俄军惊现拐杖营，伤兵为何成火把？俄媒警告乌军即将发起反攻。乌豪掷6000万采购无人机，装备最先进电子战系统的 F-15亮相。2025年1月21号，美国福布斯报道，尽管俄罗斯军队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已有超过80万名士兵伤亡，但他们依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依旧保持着不少于60万的前线兵力。然而，随着兵员的不断消耗，俄罗斯却面临着新兵短缺的问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将受伤的士兵，包括那些依赖拐杖行走的伤员，重新派上战场。上周，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显示一群拄着拐杖的俄军士兵正在前往位于东乌克兰的红军村周边，准备进行进攻。随后的乌克兰无人机迅速对这群伤兵发起攻击，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生还的机会。有分析指出，让残疾士兵参与作战，这种情况不再仅仅是某位指挥官的单纯残忍行为，而可能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1月20号，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第20联合武装军的士兵录制了自己在战前集结的画面。画面中多名伤兵步履蹒跚，使用拐杖准备前往战场。视频中，士兵语气惊讶地说道：“这是拄着拐杖去执行任务吗？到底怎么回事？”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兵力庞大，但大量伤员参与战斗也凸显了人力资源的紧张。根据乌克兰军方的估计，2024年俄罗斯伤亡人数已达到43.4万，而乌克兰方面的损失则远低于此，累计伤亡人数为43000人，伤者达到37万人。随着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不断拓展，俄罗斯不断失去大量现代化坦克和战车，这迫使他们在战术上依赖更多步兵作战。尽管步兵作战可以减少被无人机精准打击的风险，但对于俄罗斯步兵来说，代价是巨大的。许多俄罗斯士兵在缺乏充分支援的情况下，被迫深入敌后，面临着极高的死亡风险。有分析认为，步兵优先的战术虽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有限的进展，但由于兵员的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战斗力正迅速衰退。随着伤兵的不断加入，这一现象表明俄罗斯的军力资源正在比预期更快的消耗，而后备兵力的补充则远远跟不上前线的需求。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1月22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苏贾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并开始组建新的攻击集群，准备发起进攻。消息人士称，乌军已向苏贾地区投入数十辆装甲装备，包括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同时还用突击旅替换了此前在该地区作战的国土防御部队。军事专家认为，乌军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试图改善在库尔斯克州的战局。俄罗斯退役上校库曼·什库尔拉托夫指出，乌军在苏贾方向的活动近期明显增加，并已多次试探俄军防线。什库尔拉托夫表示，1月初，乌军曾首次攻击大索尔达茨科耶方向，但未能取得成功。当时敌人未动用主力，仅进行试探性进攻。如今随着大量兵力在库尔斯克州集结，乌军显然准备再次尝试进攻。军事专家根纳季·阿列辛也指出，乌军3天前对俄军防线进行了第2次试探性攻击，有2条主要柏油路从苏贾通向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完全控制其中一条，另一条则部分控制。因此，乌军目前重点将作战部队从苏梅州调动至苏贾。早些时候参战的主要是国土防御部队，但现在训练有素的突击部队开始投入战场。这些部队是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保留已久的预备队。阿列辛认为，乌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沿道路建立对雷利斯克、利戈夫及库尔斯克的火力控制，并尽可能逼近库尔斯克核电站。此外，分析机构表示，俄军指挥部门已经注意到乌军在库尔斯克州集结预备队，并正在采取措施阻止敌人发起进攻。然而，乌军正在从克拉马托尔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抽调兵员。也许乌克兰决定将库尔斯克视为胜负的关键。俄罗斯军事专家利托夫金分析认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有其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
他认为乌克兰的目的是向俄罗斯展示其有能力夺取并长期占领俄罗斯领土，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与此同时，乌军的进攻也与苏贾地区天然气计量站的控制权有关。2023年，大约有146.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通过该计量站泵送，占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天然气总量的近一半。俄罗斯自1月1日起已停止向该计量站输气。泽连斯基显然希望通过控制该计量站，来在未来的能源谈判中取得更多筹码。2025年1月22号，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将每月向其作战部队提供25亿赫夫纳的资金，支持部队直接采购无人机。这一举措旨在允许前线指挥官根据战场需求灵活选择所需的无人机设备，而不再依赖于集中采购。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声明，这项政策源自于去年12月政府向作战部队直接提供21亿赫夫纳采购无人机的经验。通过这一方式，乌克兰军队能够更快速地满足前线士兵的需求，同时增加了采购设备的多样性。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坦·乌梅罗夫在声明中表示，部队指挥官将有更多灵活性来利用这些资金，购买最适合执行任务需求的无人机。这标志着乌克兰军事系统向更加灵活高效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确保乌克兰军队能拥有一切必要的设备以应对国防需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的创新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部队在战场上广泛使用无人机进行情报搜集、打击作战、迷惑敌人以及布置地雷等任务。西方各国军队也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如何利用无人机开展空对空作战、人工智能、光纤控制以及轰炸机、无人机等创新应用，以便借鉴到自身的军事作战中。此次资金支持政策的落实后，乌克兰各个作战部队将会根据需要购买适合的无人机。乌克兰政府表示，国内无人机的生产成本低于欧洲其他地区，这使得乌克兰能够更有利可图地生产和采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已经大幅提升，预计今年将生产400万架无人机，相比2023年约30万架的生产量大幅增加。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米哈尔也指出，2024年乌克兰国内生产的无人机已占军方使用无人机的96%以上。此外，乌克兰国防部与数字化转型部在2024年前10个月已签订160万架各种类型无人机的采购合同，其中130万架已经交付，展现了国内无人机制造业的强大生产能力。此次政策调整使得乌克兰军队在前线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推动了无人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乌克兰将在未来战场中继续利用无人机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根据美国空军的消息，首批装备最新作战软件的 F-15E 打击鹰战斗机于1月16号抵达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这两架 F-15E 战机配备了鹰式被动主动警告生存系统，该系统能够通过定位和雷达警告，帮助 F-15 战机检测并干扰威胁，增强其在危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两架 F-15 战斗机将加入494和492战斗机中队。EPAWSS 系统在莱肯西斯基地的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我们对威胁的侦测和反制能力，确保了机组人员的安全和作战效能。494战斗机中队指挥官蒂莫西·考西中校表示，这一先进的电子战系统与 F-35 战机结合，形成强大的作战增效器，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扩大了第48战斗机联队的作战影响力。美国空军于1月6号批准了这一先进电子战系统的全面生产，并向波音公司授予了$6.16亿的合同，用于生产 EPAWSS 系统的配套设备。这些配套设备将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和圣路易斯生产，而波音公司将在其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工厂进行安装工作。自2022年7月以来， F-15 战机的 EPAWSS 安装工作一直在该地进行。波音公司还与英国防务公司 BAE 签署了合同，帮助生产初期的 EPAWSS 设备。
BAE 公司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独特地增强了 EPA-WSS 系统中的认知电子战部分，使该系统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作为现代化 F-15E 机队的一部分， EPA-WSS 系统使 F-15能够深入敌方阵地，并通过自主检测、识别和定位威胁系统，提升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空军在声明中表示，由 BAE 系统公司研发的 EPA-WSS 系统是一种射频接收机和干扰机，它可以探测敌方的雷达，确定其频率，并向这些雷达发射电子干扰信号，这样就会使敌军的雷达屏幕显示混乱，从而隐藏 F-15EX 及其周围的军机。雷达虽然干扰机不是什么新技术，但是 EPA-WS 系统比老式战斗机配备的干扰机更有效，这得益于该系统采用的新算法，可以帮助它自动瞄准敌人传感器。干扰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新制造的防空系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先进，数量也越来越多。与 F-15等非隐身战机相比， F-22、F-35等隐身战机能更好地避免被对手探测到。但即使这些隐形战机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隐形的，面对强大先进的防空系统，隐身战机可能也需要电子干扰的支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